那首先我跟各位介绍的是那个法线跟切线哦。那其实法线切线为什么一起讲哦？那其实这个功能都一样的哦，只是我们可以去透过改变那个刀具的角度的这件事情，哦就可以去切换说今天是切线还是今天是法线的一个追随动作。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个焊接机，你可以看到这边焊一个圆哦，那你的刀具是需要跟这个弓箭呈90度的一个法线的一个方向在做一个调整的哦。那这张图呢，就是下面这个呢是那个切布皮革的一个切割机。那它就是需要刀具呢，要随着路径这样子走哦，随着它的一个切线方向走，它才有办法去把这样子布的形状哦给切割开。那这个可能是切割布啊，或者是塑胶，这个都有可能哦，或者切割玻璃哦，这个都可以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切线追随的一个功能。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那个。这个是切线的动作，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只需要描述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基本上这个旋转的刀具头呢，就会跟着这样切线的方向在移动，这个就是法线的一个追随，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切线跟法线的一个追随加工，那这个影片是法线的部分。可以看到，像你如果这边是一个焊接头，那这个头是需要实时的跟你的弓箭的接触面是呈现一个那个法线的一个角度，好，那其实这个功能非常的一个简单呐，我们只需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参数设定。那这边我会比较偏向一个技术啦，就是会跟各位说可以设定哪些的一个参数，然后这些参数的一个功能，那最后会再举一个范例给各位看。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有透过1.70这个去指定你的法线的一个追随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就是C轴，C轴就把它设6。所以这代表说，你今天也可以把这个工具可以是 A 轴、B 轴任何的旋转轴都可以。那一般常见的可能就跟 Z 轴的方向就是 C 轴。那我们可以去控制说，刚刚可以看到它的法线追随呢是会有一个刀具旋转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把它独立设定这样子的一个刀具旋转的一个速度。因为有时候你在切布的速度啊，跟这个刀具旋转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大多数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独立于你的程式你可以自己做设定的。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这样子的旋转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细微的控制比如说你的角度太小基本上我们就不用去转。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我们才去做一个旋转你的刀具的动作，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忽略旋转的一个夹角设定。那还有你的线段如果太短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希望它会因为小线段然后就做一些旋转，然后让整个一个加工效率变差。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从角度跟这个单节的移动量这2个设定，去把某一些刀具旋转的动作给忽略掉。那当然这个忽略它会在下一个比较长的单节或比较大的一个转角就把它给补回来。不过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参数设定。那这边就是我们可以去设定说比较小的夹角呢，我们是不需要去一次，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从 A 点走到 B 点，我们不用在 A 点就一定要把角度整个旋转完了，然后才走 B 点。当你的角度太小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让它在下一个单节中再去做旋转就好了。当然你有一些角度比较大，比如说像90度的，我们可能就会希望它是整个转完，然后才去做加工。
以确保它的那个加工的角度是对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设定。那我们可以在小夹角比较小的夹角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过渡。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指定说，我希望在多长的距离之内就把它给过渡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过渡移动量。所以还有这样子的参数可以去做设定。那比如说像有一些动作我们是希望像焊接机好了，我们希望它在做这一种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旋转，它希望能够做抬刀，否则你的那个刀具的接触点会一直停留比较长的时间在那个点上这样子会造成它整个的一个可能就是过焊或者是一些工艺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去设定这种抬刀的一个高度。所以像这个案例呢，就是我走到这个点，然后它会抬刀，然后旋转完角度之后再下刀。当然你如果不设的话，把它设0，那基本上它就不会去抬刀。所以这一块呢，其实在整个程式上都不需要去额外写G code。那个系统的一个韧体都会帮大家可以处理掉。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角度的一个控制那常见的就是切线就是把这个参数设90度，那就是切线加工如果把它设0度，那就会是法线加工。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法线切线的一个切换的一个参数啦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流程从读了 G code 之后，我们会去判断说今天线段是不是太短如果太短了，那夹角太小了，那它就不旋转就直接走。那如果说我遇到大夹角，那我可能就会抬刀，然后旋转再移动。那如果夹角也没有那么的大那我们就会做温和的一个旋转就会把这段距离，然后就把它旋转完毕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样子追随加工的一个参数跟动作逻辑其实这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调整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刚刚讲的是参数嘛接下来这边是我们的指令那指令我们有左法线跟右法线的一个追随那 G40.1 呢，就是把这个法线追随给关闭所以说像这个例子就是从 A 点到 B 点到我光标的这个 B 点，然后到 C 点到 D 点那像这边它就在这里开启了 G41.1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是左法线的所以它会在左边的这边去做法线的追随。那右边的这个例子呢，它是从这边这边是它的第一点，从下然后跑到上第2点，然后再走一个圆弧那它在这里呢开启的是 G42.1右法线的追随功能所以它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就会确保说你的加工的一个刀具你的可能是你的焊接头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恒定角度。OK， 那这边就是我们实际的一个范例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像 G00就是这个点那C轴C轴这边可以看到右手边其实是一个以这边来讲右手边是这边是0度我这边举的是 C 轴，这边是0度，然后这边当然就是180这个就是90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 C 轴来讲我可以看到在第一点呢，其实我们先把它移动到 SYZ0 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这个箭头指的就是我们 C 轴的一个方向那我先把它转到180就是这里。那接着我把它移动到 S10Y10 移动到第2点，我可以看到刀具是没有移动，刀具的角度是恒定的。
那接着呢，在这一点呢，我就开启了居士2.1法线追随的功能。那接着我去走这个G03这个圆弧2到3，可以看到这个刀具啊就一直实时的在做改变的。那到这一行G02这个从这个圆弧接这个圆弧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90度的转角。在这里就有做一个抬刀的动作。当抬完刀之后，然后才去走完这一个。然后所以说这整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G4 2.1、G4 1.1这样法线追随的功能。那到这一点呢，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法线追随的功能给关闭了。那关闭了之后，就看到这一个刀具不再随着你的路径去做变化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蛮好用的一个功能法线追随。